台北时间10月11号的凌晨5点左右，加密市场迎来了一波超级大地震。不久前创新高的比特币一夜之间跌了2万点，跌到了10.2000左右。以太坊也跌到了3400，跌了近1000点，山寨很多直接归零。很多人说这次暴跌的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发推威胁中国，因为中国要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产品实施大规模的出口管制。所以，川普威胁要对中国加征100%的关税，重启贸易战。但我觉得，川普发这篇推文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令市场暴跌的另有其因。首先，我们快速过一下数据。美股方面，道琼斯跌了 1.9%， 标普500跌了 2.7%，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成了重灾区，暴跌 3.56%。加密市场这边，比特币大约跌了 4%， 从高点回撤了超过1万美金，整个市场的情绪瞬间从贪婪转向了恐慌。大家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市场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这种突如其来的关税威胁，让投资者立刻联想到了几年前那场旷日持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的中美贸易战。在这样的恐慌之下，基金经理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关闭风险敞口，卖掉所有他们认为有风险的资产，持有现金。什么是有风险的资产？在传统金融的眼里，首当其冲就是股票，尤其是科技股。所以我们看到纳斯达克跌得最惨。那么加密货币呢？很不幸，在当前这个阶段，对于绝大多数传统基金和机构投资者来说，加密货币依然被归类为高风险的另类资产。所以，当他们要不计成本的抛售风险资产时，加密货币自然也在抛售名单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比特币似乎和纳斯达克同步跳水。它不是因为自身基本面出了什么问题，纯粹是因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好，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个概念：导火索不等于真凶。川普的关税言论是那根点燃炸药的火柴，没错。但真正的问题是，这堆炸药早就堆在那里了。你想想，比特币刚刚创下历史新高，市场情绪极度贪婪。合约市场的杠杆率高到离谱，无数获利盘和投机者都在等一个信号。这种时候，市场本身就需要一次深度的发烧降温。没有川普，也可能会有别的黑天鹅。而华尔街的那些聪明钱，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这种新闻借题发挥，制造恐慌，让市场跌到他们想要的价位，然后再从你们这些参头的手中吸走廉价的筹码。所以你看，这根本不是一次意外，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洗盘。这次暴跌至少告诉了我们3件事：第一，现阶段比特币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不是避风港。我们很多人都对比特币是数字黄钱这个趋势抱有信仰。理论上，当法币系统出现危机、地缘政治不稳定时，比特币应该像黄金一样上涨。但昨晚的事实告诉我们，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在流动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面前，比特币和风险资产的走势表现出了高度的相关性。机构们在恐慌时是先卖掉比特币换成美元，而不是卖掉美元买入比特币。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二，不要跟美联储和宏观大趋势作对。这次事件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市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独立存在。即便是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它的价格依然受到美元流动性的深刻影响。当市场对未来经济预期悲观时，水龙头关了，水自然就少了，再好的船也开不快。所以我们在做决策时，不能只盯着 K 线图，更要抬头看看天，看看宏观经济的风向到底在往哪边吹。第三，是危机还是机会？那么是不是就该悲观了呢？我觉得未必。首先我们要明白，这种宏观情绪驱动的下跌往往是非理性的，它并没有摧毁比特币的基本面。比特币的下一次减面周期 ETF 的资金流入预期，技术上的发展，这些内在的价值并没有改变。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说，这种因为外部恐慌情绪导致的打折，反而可能是分批进场的好机会。别人恐慌我当然，对吧？当然，前提是你对这个资产有信仰，并且做好了仓位管理。永远不要在这种剧烈波动的市场里使用高杠杆或者投入你输不起的钱。所以总结一下，昨晚的暴跌是一次由贸易战恐慌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风险资产抛售潮。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加密货币在成为真正的避险资产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同时，它像一次压力测试，淘汰了恐慌的筹码，让市场的根基更加健康。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割肉离场还是梭哈抄底？我的操作策略分享给各位，非常简单，这3个词。第一个是降杠杆。如果你还在玩高倍合约，听我一句劝，立刻停止。在这种行情下，任何一次剧烈插针都足以让你瞬间归零，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第二是守核心，问问自己，你持有的资产是不是你真正看好，并且愿意穿越牛熊的？比如比特币、以太坊，如果是，那这种级别的回调根本不足以让你恐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拿住，甚至可以考虑在关键支撑位进行3。第3个是选类物，每一次暴跌都是一次重新审视市场的机会，有那些优质的、有潜力的项目被这次大盘错杀了，它的价格是不是已经跌入了极具吸引力的价值区间？这就是我们需要像猎人一样耐心的去寻找食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看这次的暴跌？你认为这是牛市路上一次正常的回调，还是熊市即将开始的信号？请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分析，我们一起交流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记得给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任何一期干货内容了。我们下支影片见。